这里明明是彼岸冥河的深处底部，竟然还有如此奇异的水域空间，想必应该也是与那炼狱神火有关了。萧炎缓步地走在这片大地上，每走一步便是引得这片水域空间的震颤。这可不是萧炎所引发的，而是那道炼狱神火。或许他是感受到了萧炎体内有着5道神火，导致炼狱非常的排斥。萧炎此番踏足此地，萧炎的目光看向一座座散发出青色光芒的山峰，眼神微微一眯，似乎是感受到了那一座座山峰的特别因为。只有这眼前的山峰给他带来了一种非常强烈之感，难不成那道炼狱神火的本源就隐藏在山峰之中？萧炎的步伐愈发的靠近那连绵不绝的山峰，而每一次的靠近，这片水域空间的震感就会更加的强烈几分。为了试探这山峰之中是否存在着炼狱神火，就必须将这里的一座座的山峰给清除。萧炎立马腾空而起，站立在这水域空间之中，他的双手不知何时紧握着散发出炙热气息的神火横骨尺，一股无形而玄妙的大道神力从他的掌心涌出，瞬间融入了神火横骨尺中。随着大道神力的灌注，神火横骨尺上的纹理开始闪烁起幽幽的火芒，光华璀璨，犹如穿梭时空的利刃，周围的空气因其威力的极致释放而震荡，仿佛千军万马在耳畔奔腾咆哮。突然间，萧炎身后空间波动，1000道齿影同时浮现，一一排列在他的背后，每一道齿影都蕴含着强大的力量，它们散发出的波动让整个水域空间都为之颤抖。然而这些强悍的齿影并未停留多久，它们开始相互吸引，渐渐融合，最终化作一柄巨大的齿影，宛如天地间最锐利、最具有杀伤力的武器，指向下方的那些山峰。这柄巨大齿影的出现，仿佛触发了某种禁忌，水域空间外的冥水开始沸腾翻滚，发出震天的咆哮声。萧炎目光坚定，他知道这一击之下，这里的山峰将会被轰碎，那么其中的炼狱神火本源也就会彻底的现身。随着他手中神火横骨尺的挥动，那道巨大的齿影如流星坠地板，直接洞穿了空间的阻碍，轰然撞击在那一座座的山峰之上中。轰隆隆，瞬间山峰崩裂，碎石飞溅，尘土滚滚，山峰犹如遭受了天威，恐怖的能量波动如同狂风暴雨般席卷四方，连空气都似乎被撕裂，发出尖锐的笑鸣。萧炎的身影在能量风暴中显得格外渺小，然而他的眼神中却透露出无尽的坚定之色。虽然牵引归一尺只是准绝世神技，但是在如今的萧炎手中施展出来，可不比绝世神技弱。在这一尺之下，掌控天地的大能以大道之威撼动了山河。随着那道能量的逐渐消散后，原本一座座的山峰彻底的被击成了粉碎。然而在萧炎的目光投射下，竟是在山峰碎石中还伫立着一座不是很高大的小山峰，只不过这一座山峰的山壁都是青色，而所散发出的炙热感更加的强烈起来。也就在这个时候，萧炎体内有3道火焰开始有着异动，幻虚、万火、地炎。但很快这神火的异动瞬间给萧炎压制而下，能够让幻虚、万化和地炎发出异动的，恐怕在这座青色山峰中定是存在着排名第7的炼狱神火，无疑了。没想到还不出来，是惧怕我体内的诛心。灭世！三昧萧炎的身影一闪，出现在了青色山峰之上，俯视而下，感受到磅礴的神火能量，让萧炎的神力有着上涨的动静。看来这炼狱神火虽然排名第7，可是常年存在于彼岸冥河之中，怕是已经和冥河之力有所融合，还是要小心一点为妙。毕竟神火可不是一火胜火可比的存在，每一道神火都带着拥有毁灭一切的力量，更是带着一道神火神技。也不知道这炼狱神火的神技将会是什么。在心里想了一下后，萧炎准备出手将炼狱神火引出来再说，不然一直让他躲在暗处，对于自己可不是很有利。炼狱，出来吧，这里可是你的主场，怎么还那么惧怕于我？萧炎一边说着，一边盯着青色山脉，如有一丁点的动静，萧炎就会快如闪电般的出手。还不出来，看来是我高看神火了，一直以为神火那是万火之神，不惧怕任何人，没想到在自己的主场地盘上还不敢出来，真是令我体内的幻虚和万化都耻笑，就连地火都在嘲笑你的胆怯。萧炎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在激将着躲在暗处的炼狱神火，毕竟神火已经都有了自己的独立灵智，希望能够将炼给激将出来。但是萧炎说了很久也没有见炼狱神火出现，心想着难道这炼狱听不懂人话？我这么激将他了，竟然还能够忍得住，看来还得加大火力。你也不要叫炼狱好了，叫炼胆吧，你是我见过最没胆的神火。当年万火神域中的神火排名之战，你排名第7，恐怕水分很多吧。之前我听幻虚和万化说，如果不是你使诈，恐怕你这排名第7的名额可是属于他们了，真是有些不要脸。然而在萧炎越说越夸张之后，青色山峰的山壁上突然出现了裂纹，随着裂纹的出现，整座山峰开始发出剧烈的震感，仿佛里面有什么东西要冲出来。感受到青色山峰的异常后，萧炎的嘴角则是浮现出一抹弧度，这就是他要的结果。炼狱呀炼狱，你可总算要出现了。幻虚、万化，你们竟然说我的排名有水分，简直就是一派胡言！一道带着愤怒的咆哮之声从那青色山峰的裂纹中传荡而出，轰，清风如剑，直插云霄。然而一瞬间，山崩地裂，宛如神怒峰顶裂开无数道细缝，
仿若脆弱的皮肤。整座青色山峰化为火星，似是血脉喷涌，璀璨而狂暴。这是一场天地间的巨变，无声的咆哮中蕴含着无尽的悲愤。在这突如其来的景象中，一道青衣倩影突兀而现，如同幽兰独自绽放在瓦砾之中。她的长发如瀑布般洒落，随风飘扬，每一缕发丝都仿佛蕴含着山间清泉的灵动。她的容颜虽非倾城之貌，却有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成熟韵味，那是岁月无法侵蚀的沉静与优雅。她身姿窈窕，步履轻盈，似乎并未被四周的崩塌所影响。青山不减其飘逸，反而在风中更显得挺拔萧炎站在远处，目光痴痴，一时间竟忘了此次来此的目的。他原本以为眼前的女人是神灵下凡，但那破碎的山峰与她身上散发出的炼狱之气告诉他，这是炼狱所化形而出的女人，带着一种不可言说的诱惑与危险。青山女人微微抬头，女人的瞳孔与萧炎不同，对方的眼中则是一朵青色火莲花烙印其中，而青山女人的目光穿过飞扬的尘埃与火星，直视萧炎。那一刻，萧炎仿佛从她的瞳孔中看到了整个世界开始发生变化，毁灭与重生，而她就像是那掌控一切的女神。刚刚就是你说我的排名踩着水分。青山女人的怒意不断地从身上散发而出，似乎刚刚萧炎所说的那一句话直接彻底地激怒了他。萧炎听到对方开口，这才从他那成熟诱人的感觉中走了出来，然后咽了咽口水道：你就是炼狱神火。一直以来自己收服过的神火都是年纪较大的老人，没想到这一次竟然是一位如此成熟韵味的女人。看来这炼狱神火的确有些危险，毕竟越漂亮的女人越危险，更何况她是一位成熟的危险。没错，我就是炼狱叫唤虚万花那俩手下败将叫出来，什么叫我的排名是有水分的啊？似乎这位炼狱神火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温柔，更像是有着老女人的暴脾气。一想起来，萧炎的额头间就有冷汗直冒。萧炎抛去对这位青山女人的胡思乱想，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轻咳一声道：刚刚其实是我激你出来的，如果不那么说，你怎么舍得出来呢？当他意识到自己被戏耍了，一股无法抑制的愤怒瞬间涌上心头，仿佛要将整个天地都点燃。他身为排名第7的炼狱神火，并且拥有老女人脾气的炼狱神火，怎么忍得了这口气？立马大声喝道：原来这一切都是你故意的，真是该死的男人，给我死！炼狱神火的眼中怒火如荼，他的青山在愤怒的气流中猎猎作响，仿佛随时都会被这股力量所撕裂。他凝视着萧炎，那双眸子里燃烧着熊熊的青色火焰，仿佛要将眼前的一切化为灰烬。那道原本平静的火莲花眼睛开始急速旋转，似乎有火焰精灵在其间跳动。他的手指轻轻一弹，一股炙热至极、几近实质的毁灭力量如同怒龙般腾空而起，直扑萧炎而去。空气中传来高温烤灼的声音，连时间似乎都被拉长了。萧炎面色凝重，他知道这是炼狱神火的恐怖力量，体内的大道神力如同觉醒的巨龙，在体内沸腾咆哮。他紧握手中的神火横骨尺，一股玄妙而强大的力量灌入其中。在毁灭力量即将触及到他的瞬间，他猛地一挥，大道神力与神火横骨尺的力量完美结合，化作一道惊天动地的神火巨尺，横扫而出，携带着无尽的威势直冲炼狱神火。轰！两种力量的激烈碰撞让四周的空间都产生了扭曲，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将周围的景物都揉碎。冲击波如狂澜巨浪向四面八方狂涌，撕裂了这片空间，甚至震得水域空间外的明水都冒出大量的气泡。随着强大的冲击波激荡开来，空气中弥漫着焦灼与炽热的气息，将四周的景物都模糊成一片光影。然而就在双方的攻势势均力敌时，炼狱神火的力量突然暴涨，如同烈火焚天，将所有攻势吞噬，化为虚无。萧炎也是感到一惊，炼狱明明只是排名第7的神火，为何会有如此强大的吞噬之力？仿佛如果自己一个小心被吸入其中，就会灰飞烟灭。萧炎强大的一击攻势在这股狂暴的火焰中被焚烧吞噬，仿佛未曾存在过一般，只留下一片死寂。怎么可能？竟然能够吞噬我的神迹攻势！萧炎的声音变得无比的低沉，心中已然对炼狱神火感到了十分的好奇。这道神火恐怕想要收服，真的不那么简单了。哈哈哈，这就是欺骗我的下场，准备好死在我的火焰之下吧！见到自己的力量轻易将对方的攻势吞噬后，炼狱的自信心暴涨，在他的身上一团青色的火焰将其包裹，并且下一刻只在他的意念之下就能够将这片水域空间彻底的吞噬殆尽。而至于萧炎，也会随着水域空间的消失而被消灭。这就是炼狱暴走的力量。你拥有5道神火又如何？在我的炼狱主场里，你也只是垂死挣扎罢了。下一世做个诚实的人吧。炼狱神火的声音带着无比炙热的气息，弥漫在这片水域空间的每一处角落。